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赵怡翔议员、陈世轩议员、殷乃金小姐、林玉芳委员、柯志恩委员、游淑慧议员啊。川普记者啦，怎么不哪壶不开提哪壶，哪张不该照照哪张。所以你看那些什么以前的《一周刊》啊、《镜周刊》什么，只要拍你都把你个最丑一张相片拿出来所以我有朋友被拍，我就说他们不拿我一张好看的，我不在乎他登我，至少拿一个好看的相片出来嘛。女生了好，那川普手上有一个淤青被拍到，奇怪啊，他干嘛？家暴啊？怎么会手上淤青呢？白宫说他握太多手导致，他乱讲。我们握很多手啊，握手怎么会握到这里嘞？不会嘛？你对不对？握手一般是这里嘛，有人握到手这个地方肌肉那个伤，就是肌肉受伤、骨头受伤有了。还有会被那个什么戒指什么这样划到，对不对？有人戴那个高钻戒，我的那最痛。划到。那到底怎么回事？他说握太多手到底怎么回事？玉芳兄，我觉得应该是打针。我是不知道，就是我们家有2个医生嘛，我就请教我那个媳妇说怎么回事。他说这个，因为他有外科经验，他就告诉我说，也有可能是打点滴，对，打针，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打这里，有时候会打到这里来。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吃抗凝血剂，所以也有可能这样子。刚刚讲说握手握到这样，我是完全赞成少康兄所讲的。我们全球说握手那1个月这样、2个月这样握下来大家都握了手，大概搞不好都几千上万都有可能，会很痛。这个地方会非常痛，因为有些人很热情，而且有些女孩子握手比男孩子还重，就握下去。你每天这样握。这个地方会痛，这个地方会痛，但是说我到这个地方会青紫，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怪了，而且我觉得，因为川普很爱美嘛，然后很在乎他的这个整个的形象会不会是输入一些像比如说是美容的或什么样相关的？因为你的血管比较沉的话呢，像我就没有办法，像不管是输血啊、抽血啊，或者是我都没有办法弄在这个地方，我就要在手背这个地方才能够弄，所以我就一看就觉得很像是抽血或者是输什么东西，就类似吊点滴这种。所以川普呢手淤青大家都关切。我们看一下回春针。And he really sold me on because I got back the next day and I read the papers. I said, "That's not what we said." He's a smart customer, I will tell you that. 前一天，美国总统川普当法国总统马克宏的面开玩笑，2个人握手还长达15秒。眼尖媒体还发现川普的手不对劲。放大仔细看，川普双手明显有色差，右手出现一块淤青，而且几乎占满了整个手背。另外一张川普比赞的照片也可以看出，手背没有手指这么红润。78岁的川普身体还好吗？有人推测是静脉注射或是使用抗凝血剂导致。对照上周6川普出席活动的时候，右手是完全没有异状，淤青是短短几天内出现。不过后来白宫回应说，川普只是握手握太多了。但是白宫公布的影片镜头似乎刻意避开川普的右手，而且周3最新的公开露面。We're going to be doing something else that's going to be very good. 川普镜头前刻意用左手遮住了右手，也有人猜可能是签行政命令签太多了。川普上任总共签了至少73个行政命令，包括最新的医疗服务价格透明，还有先前取消出生公民权、保卫边境关税等等，还有很多是签了尚未公告。而他本周还要签一份重要的文件。I will be meeting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In fact, he may come in this week or next week to sign the agreement. 川普预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8号可能访问美国华府，2个人要当面签署矿产协议。接下来乌俄进入谈判的关键，川普健康可不能出问题。就川普跟那个地痞流氓要人家保护费一样，对，他现在呢叫乌克兰说我支援你3000亿美元，乌克兰说我只拿到700-800亿啊，3000亿美元，那你要交个5000亿美元的矿产。泽伦斯基本来不愿意的，可是现在好像也屈服了。那美国只是说他删掉一些对乌克兰不利的条款，乌克兰就愿意了。我原来跟你讲说你要100万，那现在呢？你说哎呀100万太多了，50万好不好？好，50万好。哎呀我赢了，因为他原来跟我要100万，现在只要50万，就这个样子。
他原来那个条约对乌克兰很不利的很多，那现在把那些稍微修正一下，乌克兰就觉得哎呀太高兴了，赶快签吧，礼拜五要签，那么快，礼拜五就要签了哦。那28号要签，泽连斯基28号到美国去签署哦，而且呢，这个协议叫做矿产协议，不包括美国对他的安全保障。哦，照理讲你要派兵保护我，不出一兵一卒，你自己保护你自己哦。那另外呢，川普说俄乌战争都可能在几个礼拜内结束。川普竞选的时候说24小时就结束，但不可能。他的白宫的美女发言人前2天才讲说，可能这一周里面就结束。现在看起来这一周里面可能签那个矿产协议，但俄乌战争还是不会结束的啊。所以呢，《纽约时报》就说川普叫做敲诈保护费外交。外交是敲诈保护费，那所以呢，美国跟乌克兰签这个矿产协议是台湾的警讯，台湾要小心了。那到时候也叫你干嘛？我美国保护你，对不对？我那个舰队没事，台湾海峡出没都要钱的，你台湾给我什么？啊，台积电给我什么？那普丁说呢，到时候的停火协议会邀欧洲参加，我也认为是会的，就是说先谈的时候，美国、俄国先谈，因为这两个是主角嘛。乌克兰不是主角嘛？乌克兰是美国在后面，这两个谈好再把你们找来，所以我们谈的这样，你们什么意见说吧。哦，现在如果把乌克兰、俄罗斯、欧盟都搞来，谈不出结果的啦。就像立法院能谈出什么结果来？吵过来吵过去，你一言我一语就没有结果，浪费时间，大家都火得要死。就是我们两个正角，我们谈好以后再来说，不会不让乌克兰参加，也不会不让欧盟参加，但是我们大的架构谈好，他们再来。那而且呢，普丁说同意美国说军事支出要减半，那最好中国也拉进来，因为川普提议了，说我们在军费花太多钱了，国内建设这么差，所以军费减半，增加国内建设。普丁呢，说也好啊，同意啊，而且他们还要联合探勘俄罗斯境内的稀土因为俄罗斯你知道西伯利亚什么有很多这些东西我们一起探勘。甚至呢，也可以一起探勘乌克兰的稀土，一起那另外，在联合国安理会，美中俄立场相同，这是大会已经有7次通过谴责俄罗斯啦，什么要和平啊，安理会从来没有过。为什么？因为中美英法苏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俄罗斯老是否决，所以不能提出来。这次美国提了案子出来，没有谴责俄罗斯，居然美中俄、中美英法苏5个常任理事国这3个同意了。那英国、法国呢？弃权，不投所以这也相当的奇怪了我觉得最好笑这个，川普要推金卡签证，一般也是绿卡嘛，信用卡也是，一般以前最早信用卡是绿的，后来就有金卡，又有白金卡，又有黑卡金卡签证，说呢干嘛给绿卡？给金卡500万美金来买那川普说呢，他估计起码有100万人会买，甚至俄罗斯的权贵也可以买，不在乎哪里，只要有钱就可以。我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绿卡给很多种人嘛，在美国读书的人啊，这个投资的人啊，反正亲属啊、家人都可以，都免费的我收钱呢一个人500万美金，100万就是5兆美元呢，100万就5兆很多钱所以呢，我干嘛不要？我要人家香港也可以收钱新加坡也可以收钱希腊、欧盟都可以收钱美国为什么不收？收钱你想怎么看？我先讲一下川普因为其实川普也不年轻了，川普78岁了，所以导致现在美国真的国内，我觉得舆论也很多人在问说，川普到底会不会有健康问题啦？当然，我觉得重点是川普，你看他这一次找的副手40岁而已所以确实我觉得他大概也了解自己的年纪不小找一位40岁的副手来平衡一下。但我觉得讲到这个俄乌战争，这俄乌战争蛮有趣，因为我觉得泽连斯基几天前其实他讲出蛮有魄力的一段话，他说第一时间他说。我拒绝签署这个协议，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办法让未来10代的乌克兰人全部都欠这一笔债所以我觉得他讲得非常清楚。但是重点是什么？因为重点对于川普凡事都是谈判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是很清楚说川普一开始提这个5000亿这个矿产、稀土、港口全部的利润他都要分一半。我们不知道说这个是谈判的出发点，还是他原本预期可以完成的结果。但无论如何，现在目前我看双方聚焦的方案，第一个部分5000亿好像写的比较模糊一点并不是非常清楚的这个巨细靡遗的提到说乌克兰必须要偿还这个5000亿的利益。
第二个部分呢，似乎双方对于说这个什么港口的收入等等也愿意排除了哦，就是这就是变得未来哦，如果乌克兰、美国可以开发这个稀土矿产的产业的话，好一部分的利润美国要拿去。但第三个部分呢，我看他们也拿掉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所谓的1块等同于3块。其实这个是乌克兰我觉得最不满，因为为什么？本来原文提到哦，美国未来每出1毛钱1块钱的军事资源，乌克兰未来要还3块钱。乌克兰说这是不合乎投资效益啊，怎么会是300% 的利息哈？所以这个部分拿掉。最后一段其实我觉得蛮有趣，是美国似乎现在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最后愿意写了一段进去，就是说未来这笔基金是会投资在投入乌克兰的重建哦，所以这个可能当然乌克兰人是蛮接受，但是我跟大家说，现在即便在经济议题上大家达成这个觉得初步的共识，但最终的问题其实不是经济，最终是安全的议题。我觉得乌克兰要求的是非常合理的，我要的是安全保障。为什么？过去就是因为大家都给我安全保障，但没有人去履行，导致我一直被这个俄罗斯进攻嘛，对不对？那这一次如果我跟你美国跟其他国家要签协议的话，我拜托你要协调出一个有效的安全保障。无论是欧盟派兵、英国、法国、波兰等等，至少要有人派兵来确保说这个俄罗斯不会再度进攻哈。那我最后只是提这件事情，就是说俄乌战争会如何演变，我觉得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川普现在他的目标就是尽速要完成这个俄乌战争，不要让俄乌战争继续延烧了哈。所以无论他提的什么，对俄罗斯的方案，对什么方案，我觉得他的目的是一致的。那目前现在就已经朝这个目的去走了，所以我觉得确实在几个礼拜之内，我们应该会看到止战的可能啊。好吧，这个川普卖500万的这个绿卡，我觉得不金卡不是绿卡，你绿卡什么了不起？金卡搞不好金卡有白金卡搞不好有黑卡1000万美金黑卡。现在美国也有叫做1:5啦，投资。对，如果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呢，你投资90万美元；在比较这个热门的地方呢，投资180万美元可以获得。但川普说这个钱太少了。而且还投资什么投什么资，买500万美元来。的确是啦，这个用花钱在这个买这个美国的这个绿卡过去是非常的流行而且在很多不管是在加州在纽约，你看很多的那个律师有没有，只要华裔血统或什么，就会告诉你明白就写出来，你只要花多少钱，我帮你保证可以拿到这个绿卡，这非常非常的风行所以他今天只是把价格提高，整个策略上并没有感觉但是我还是要提到，当你500万，一定有非常多人1亿多。全世界的富豪都可以Mafia 黑手党可不可以来？可以。那你如果大堆的人，一些毒贩，这些都拿这些钱过来，美国为什么可以卖得这么贵？就是因为美国的价值，然后美国的民主，还有美国的很多是很多人觉得非常向往的，它可以卖一个美国的梦。可如果你真的透过这500万，或甚至未来的800万、1000万，然后吸引非常多这个犯罪的人到这个美国来，然后把整个美国的社会搞成比没有像现在这么好，你觉得这个有这个样的一个价值吗？而且美国现在的通膨等等，很多美国人也很想逃出去，好不好？他们只是不知道去哪里而已。你如果到美国去，每个人都说，你看美国现在不管物价、油钱，还有包括目前来说 ，Trump 这么样讲究这个所谓的价格，不讨论这个价值。如果他可以到那个泰国或到哪里去，可以买一块地来。很多人也愿意移民所以到最后会不会变成不断的在做一个人类的大迁徙，这都有可能的。所以我只能说 Trump 非常的有戏，非常的有戏。我只是提出来，在乌克兰说实在，你看看一连串的交易当中的话，它就是节节败退。即使已经停止了，已经止战了，乌克兰面对于他们这个破获的这个家园，我真的不晓得这笔债到底是要跟谁来要，才有办法还他们一个公平。乌克兰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对呀，到时候可能领土没有了，打了3年仗，死伤那么多人，然后呢，矿产还到了美国手上，欧盟也想来插一脚，就一起开发，连俄罗斯都要来开发，对呀，对不对？那泽伦斯基我看真的欲哭无泪不过你要注意川普也不是笨蛋，他在想我要把这个有钱人都吸到美国来，将来要交税啊。这些人有钱，他那个税是美国的税是全世界都要交的我不是只看你这500万美金你可能如果你没有5000万美金，你敢来投资500万吗？你5000万美金将来你干什么？你买房子什么一大堆财产转移，我通常要扣你的税所以川普看的是更大的，就像说开发乌克兰稀土，他不是只是为了稀土他要平衡中国因为美国现在制裁中国，所以呢这个高科技管制你，中国就是我稀土不给你，我现在乌克兰的稀土，
我不需要靠你。所以川普也并不是笨蛋，他想的事情其实是蛮广的，只是他不见得讲出来。你要看他的政策的后面的目的是什么。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美国原来说我们呢参加了美国跟泰国的金色眼镜蛇的军演。那后来又把台湾删掉了，本来很兴奋的很多人说我们跟美国一起参加军演。我们看到挂的国旗有韩国的，有有不同的国家的，日本的、美国等等但是呢没有台湾，也没有台湾的旗那把台湾拿掉了。那本来才官方在宣布台湾参加亚洲最大的军演，叫做金色眼镜蛇，今年是12年，对不对？突然把它拿掉了然后呢，这个国防部说，我们因为赖清德说，我们要为了迎合川普所以呢，我们国防要变到 GDP 3%以上那国防部说，我们正在规划，总统一句话然后下面赶快做。我觉得赖清德就真的不必那么早，人家还没对着你，你就去早去书城。以川普的个性，他会跟你要更多。你们看过川普以前写一本书吗？在没有当总统当主持人的时候，就写一本他怎么跟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他做一个房地产商，怎么跟政府标地了去讨价还价呢？写得真好，他很会谈判的所以呢，你今天还没有谈，你就先呢双手奉上将来有的苦头吃了那老共国台办也呛，英勇善战的解放军绝不答应分裂，因为台湾要增加国防预算，他也火大。但问题他国债很多他的军费很高，或者说我们的16、17倍我觉得英国这个斯凯尔，昨天法国总统去看川普，今天英国首相去看川普。他说，川普既然要我们这个 GDP 达到3%，我不是川普的威胁，我完全同意川普。我跟川普的看法完全一样，我是心甘情愿、主动的要提高我们的国防预算，但是我现在是2.3%，我到2027年才2.5%。然后以后慢慢逐年增加，2.6啦，2.7啦，等到下任政府的时候，也许可以达到3%。这很厉害我没有不同意你我跟你立场完全一致但是我现在只有2.3%，所以我先从2.5%，而且后年才开始。赖清德一来就3%，那将来人家跟你讲5%，你怎么办？他现在我现在2.3%，我2.5、2.6、2.7，逐年给你增加所以呢，那川普也很难发脾气也很难说不对人家跟你立场一致那另外呢，川普科100%的关税晶片，如果科的话，我们的经济部长居然说不一定不合理。你在讲你是什么官呢？你搞半天，你搞什么鬼不一定不合理呢。他说呢，这个政府不接受不公平的关税，其他都可以谈。换句话说呢，这个谈判过程不是只有 yes 跟 no， 反正大家来谈。但是你现在就表态说不一定不合理，你当然要说不合理嘛？你怎么可以说不一定不合理？是经济部长，你搞错，你是什么？看一下。这也是美国和泰国所主导的金色眼镜蛇军演的脸书25号傍晚的贴文写到，超过200名来自美国、泰国、日本、新加坡、南韩、印尼、马来西亚和台湾的军人齐聚参加开幕。底下还 tag 美军印太司令部和美国太平洋陆军。3小时后，小编修改将台湾删除，引发议论。We've seen this exercise expand over the years, welcoming 7 participant nations this year and 2 that are in a lesser role. 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上将白天致开幕词说的2个参与方指的是中国和印度，将投入人道救援的训练。而从现场曝光的开幕画面来看，主要是7个参与国，没看到中国、印度或台湾，是不小心还是虚以关系，引发想象。金色眼镜蛇演习从1982年开始，至今已经第44届。中共从2014年开始参加，主要是人道救援救灾。而学者揭露，台湾其实从
2000年开始就有国防学者与会。那位学者他去参加的这一个金色眼镜蛇，主要是在这个2栖登陆的相关演训上面。只是就我自己的一个研究跟认知来看的话，我们国军要用一个实兵的方式去参加金色眼镜蛇是有一点困难的，因为中共事实上他也有派出实兵，即便他派的不多，所以我会认为，即便有可能参加，也有可能会是用观察员的身份，而不是以直接的实兵参加。国防部对这起事件截稿前没有回应，如今美军小编意外证实台湾一定程度的参与，但金色眼镜蛇演习的部分，东南亚与会国在美中关系上保持平衡策略，小编的失误也难怪得赶紧修正。赖军，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的讯息都非常的不寻常啊。一个就是军文社在发布汉光演习图上兵推的时候呢，就意外曝光了美国现役的印太司令的联武次长有参与汉光兵推。那再来呢，就是这个金色眼镜蛇也暴露出台湾有参与，那后来又都拿掉了。我觉得这些动作呢都是有意义的台湾的部分呢，其实就正是在美国呢背叛了这个乌克兰，放弃了乌克兰，然后把乌克兰呢当作是美俄之间的这个煮上肉的时候呢，我们亮出了这样汉光兵推的印太联武的次长有出席，然后似乎是要显示美国不会放弃台湾，美国跟这个美国在对待台湾上面呢，台湾跟乌克兰是不同的，然后在这一次的金色眼镜蛇的这个部分呢，似乎也是要显示说，我们还是美国视为很重要的民主同盟中的一环。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讯息的释放，其实基本上是很脆弱的就说当我们看到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在联合国大会上面，当美国背弃了欧洲，当美国呢跟北韩、跟白俄罗斯这些国家站在一起反对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文，然后在安理会的部分的时候呢，欧洲这些国家他们不敢反对美国不敢反对美国的一个不谴责俄罗斯的一个声明，他们只有弃权，所以这样子一个表态是再清楚也不过了。这个是自冷战结束之后呢，美国在外交政策立场上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转向，而川普政府的团队呢，呈现出来的就是川普这个大脑，他在前面的引导的是跟俄罗斯友好，跟这个中国友好，可是他的手脚呢，呈现出来的是他在经贸上面呢，跟对这个中国呢不放手，然后在印太的部分呢，他们的官员呢依然表示了非常强硬的鹰派，可是到了真正决策的时刻的时候，当然还是听川普的我们从今天乌克兰的命运就可以看到，台湾你如果现在呢就是期待的一种小小的这种施舍，就不要说美国这个现役的将领出席我们的汉光的这个兵推，他座位的安排就在顾立雄的旁边，这个有多么的缺乏我们的这种军事上面的主权自主，这些都不要谈了。你这么一种施小惠式的给予难道能够换来川普呢在未来的大棋盘的交易上面不牺牲台湾吗？我们真的是想太多了。搞清楚川普这个小脑袋里面想的是什么。是来，志轩，这个像刚乃金姐讲到的不管之前的汉光演习，所谓在桌上面出现的桌牌，甚至到今天我们看到突然间拿掉的这个台湾字眼，其实有时候是两面效应有时候不知道是帮了我们还是害了我们。这样子的军演，我们希望的是避免军事的冲突，可以增加更多的军事合作。可是有些时候这种动作，说真的，对于对岸来讲，或许来讲也是一种挑衅。那我觉得刚刚提到乌克兰跟台湾的处境，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去反思的是什么？现在乌克兰的状态，说真的，他们没有本钱，欧洲更没有本钱。不管他们的内政乱得一塌糊涂，或者是连他们的这个前中央银行的总裁也讲，他不是提出了一个计划吗？在讲说欧洲现在目前的状况，他们没有叫板的本钱。那台湾当然我们跟乌克兰有所不同，但是我觉得这个借鉴我们一定要真的要审视，因为这一次川普对于这个乌克兰在做的说真的，这个就讲白了就是等于是强奸他了。你
就像刚刚赵大哥讲的，赔了夫人又折兵，而且还比战前更惨。他不但失了土地，也没有矿产资源。这个有点像过去的马歇尔计划，但是马歇尔计划它是实质上它有承诺到重建跟安全的保障，可是现在乌克兰的状态是，他看起来他是要损失很多的钱，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安全的保障，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差别。而且他这个第一就是先前曝光的那个协议，他那个是没有限期的耶，没有期限的。所以他说时代嘛，对，就很可怕。这个当时呢，清朝呢把这个香港啊、九龙半岛呢割让给这英国，他还有99年呢，他这个没有期限呢，好惨啊！乌克兰震碎了，当时因为美国怂恿他，叫他参加北约，然后呢，好吧，他就一直想申请北约，梅克尔就跟他讲，你不行，会引起战争，不相信。俄罗斯也不能参加，不相信。好了，参加以后呢，美国是有支持他，不是说都没有，但是美国搞了3年也不想再继续做了，又换了总统了，所以美国现在不支持他，所以呢，乌克兰真的欲哭无泪啊，对不对？你现在怎么办呢？然后川普还说是你挑起来的战争，谁叫你要参加北约？你挑起来的，不是俄罗斯挑起来的，真衰死了。来，淑慧。现在这个金色眼镜蛇的军演哈，一开始把我们列名，后来又把我们除名哦，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我们是有没有实际参与哦，还是就派2、3个人的观察员哦，搞不清楚哎。好，那如果说啊，真的有参与，只是为了避免刺激对岸啊，所以用低调的方式进行，那我还也可以接受。哎，起码实际参与了，反正我们永远是美国见不得光的情人啊，那好歹实际参与。对，可是看起来也不一定有实际参与哦。为什么？去年大家记不记得环太平洋军演啊？我们其实很多次都表达啊，我们想要参与，可是去年也没有让我们参与。去年的环太平洋军演的地方其实是菲律宾的北方那个小岛，只距离台湾1个小时的军演的一个地方，也不让台湾参与。所以你说今年的金色眼镜蛇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让台湾参与，还是说，哎，一开始好了，让我们列名表达支持台湾的立场，后来发现说，哎，算了，连列名都唔汤哦，好，还是让我们恢复一个见不得光的情人，我们不知道。那大家前面一段在讨论乌克兰，为什么我们那么在意乌克兰的角色？乌克兰其实离台湾很远很远，只是我们把乌克兰当作是台湾的潜力啊，潜力。因为今天美国怎么对付乌克兰，明天就会怎么对付台湾，他会当作潜力啊。哎，不好意思啊，我们是这样帮助乌克兰，连本带利的要还。那未来我们怎么帮助台湾，也一样连本带利的要还，要不然人家会说我们美国不公平哦。给你1000亿，要还5000亿，同样的给台湾也一样哈，台湾不能要求特殊待遇，所以今天跟乌克兰要求的是稀土矿，跟台湾要求的是什么？台积电一样的嘛，哦，所以我们还有一个经济部长是现在为谈判先降啊，100%的关税，哎呀也不过分呐，哎也蛮正常的。你都还没有谈判就先投降，那川普想一想，100%正常啊，不然200%如何？我们怎么会有这种白痴的官员呢？好吧，就美国也不是只对乌克兰了，美国之前怎么对这个韩国的，怎么对越南的，怎么对阿富汗的，甚至早以前怎么对国民党的，发表白皮书。所以美国这个国家，美国人也是一样，很有热情。开始的时候哇很棒如果叫他去什么斩首啊、杀人很厉害。搞久了他就不耐烦了嘛，他不要说国家政府媒体，他一个公司那个 CEO， 你只要几季业绩不好你就滚蛋了啦。这投资人美国的 CEO 基本上都不是老板，只是职业经理人，就看你的表现嘛，表现都是短期的，不是要看你什么5年、10年、20年，不是这样看的。休息一下再回来。